欢迎各位朋友再回到我们的 NBL Court 赛，今天是我们的第2集。Jordan， 这个刚刚结束的我们的 NBL 的第一站，你有直接去到槟城的现场，对吗？对，我去那边采访，因为受到这个这里也要感谢一下Penang Sunrise 的邀请，所以我可以上去采访这项比赛了。OK，so 你有什么场边或者花絮啊，可以带给我们分享一下你这次上去现场看比赛的感受吗？其实我大部分时间我都是在球场里面，所以我只能说我在看到球场里面的一些情况。其实我在我的报道里面我也是有说过，就是槟城的球迷非常的热情，基本上3天的比赛嘛，基本上都是至少你看第一天星期五我看有8-9成满，然后第2天也是差不多满了，然后第3天星期天的那天的比赛基本上是满场的。那场外就是我到球场之后，我进球场之前我是有看到一下，是Penang Sunrise 的他们是有摊子，有摆摊子，是有卖他们的这些周边产品，有一个 goodies bag 里面有帽子，有袜子，还有一个毛巾，大概是这样的东西。然后球衣也有卖，就是红色和白色的球衣他们都有卖。好，我想问一个问题啊，因为我没有去到现场了。其实现场是有食物贩卖的吗？球场外面它有一个像是小卖部一样的，有卖一些包啊，有零食啊。他们这次是没有invite，好像之前我们在马巴看到有 food truck 过来。这次没有，我是没有看到，就是因为外面都是一个停车场。其实我是想说，在马来西亚我们这些硬体设施本身就是一个限制。明白。所以你看球场的容量也不是说太大，就是大概1000人左右，1000多一点。然后这个也是在一个学校里面，没错。所以有时候我们说你想玩太多的东西，也未必玩得到。所以而且这一次是槟城第一次他们自己，因为联盟第一次是说把这个主场经营权交给各自的球队嘛，然后这次是他们自己第一次去做这个主场经营，所以我觉得已经是可以给蛮高分的啦。这样再多八卦一下了，现场的球迷的入场观战的年龄层啊，还有男女的比例啊，大概是多少呢？这个我就没有统计了，不过年轻人是蛮多的啦，年轻人是蛮多的，然后有一些是带女朋友来看，有一些是带应该是妻子，有一些是带家人来看，所以都有。这样如果是年轻人居多，就证明那个市场的潜力还是很大了，还可以继续发展，是一件好事了。好，然后接下来我们就要看看这一个礼拜我们要分享给我们的观众一些什么重点吗？有什么想要分享的？现在5支球队亮相了，打了之后，感觉上最稳定的还是这个圣美兰金群力进入，那他们是卫冕冠军，那是肯定的，他们的实力就是国内最强，所以他们的表现是很稳定。但是我个人看比赛，我很喜欢看的是这个南湖 ，OK， 因为他们的风格。就有球迷讲他们是大马版的金州勇士，但他们身高就不是很高，大家都知道他们最高的那个外援也是大概6尺7、8左右但是他们就是能跑能轰。然后你看有一场他们是团队29次助攻，然后3分球也投进16颗，都是一个纪录。而且他们整个球队的运转很顺啊，你 5 out 4或者是screen 之后，或者是hand off 之后就 roll 进去的那种，就是你5 out 也好，4 out 1 in 也好，他们都知道要打什么东西，就是你传球之后切分突分，然后有机会就是3分，不然就是 lay up 快攻。这样有没有一队？其实我不应该陷你于不义啊，应该直接把网络上的评语告诉你了。网络上比较多人讨论的应该是这个 Rising Star 的那个 Steven Toy Loy。这个我也是有提到，就是说
我不想用一个负面的 OK 词说本来我是在想是不是要用最令人失望的球队，因为你有一个最稳定球队，有一个最赏心悦目球队，我在想是不是要用一个最失望的球队，但是我想失望是一个可能会比较负面的一个用语，但是所以我用最令人大掉眼镜。因为大掉眼镜是因为一开始的时候他们就豪言说要冲着冠军来嘛，那其实如果你看他们的阵容也不会太差的，只是说那个外援那边真的出了一点问题，就是有时候也是可能球队也会看走眼啊，因为4年前的 Toy 是很强的，很强悍的，在当时的 MPL 来讲，他是一个很强悍的球员，然后他也帮助富农化工拿到这个冠军，他甚至他自己也是决赛的 MVP。但是4年之后又不同，就是不能同日而语了，他的实力完全走样的身材，不是我讲，这个是大家都明眼人都有看得到的，就是他是完全走形的身材，然后在攻守两端基本上帮不到球队太多东西，所以我觉得他们会3连败是有原因的，就是第一外援那边但是这个外援是不给力，我们可以看到太极他是很卖力，他基本上一个人拿很多分，至少应该有2场是 double 的，但是一个人没有办法，你球队你还是要有本土跳出来，你还是要多一个洋将能帮你拿分的，或者帮你做防守 ，at least 你要帮你做到防守那种。但是如果你2个都做不到的话，帮不到什么大忙的话，你就很难。而且他们也少了4个在MBL 的那个 MBC 的球员还没有回来，所以如果我觉得好像万祥啊那几个他们回来之后，球队的实力又不一样。如果他们换一个新的洋将的话，那接下来因为你联赛15场嘛，现在才打了3场罢了，所以如果他们现在赶紧换一个，然后你还有12场的比赛去磨练。 OK， 我也拉回来 positive 一点嘛，就是像你刚刚卢林所言啊，就是联赛有15场，所以你越早发现你的问题，其实你是越多时间去做调整的。对，再加上总共有6队参赛，你的有5个对手，4队已经让你看到了他的底细，所以你现在来调整的话，其实你也有一个后手来的有利的地方了，就是你可以找一个相对可以比较针对性，目前你知道你的对手的风格，再加上其实我们还有季后赛嘛，你的常规赛主要的目的还是要拼一个季后赛的位置嘛，所以只要在前4就是一个可以晋级季后赛的位置，所以我觉得还有12场比赛，你支持 Rising Star 的朋友其实还应该继续鼓励他们，给他们本土的球员啊，还有外援啊，我相信他们球队也应该看到，也应该会采取动作了，所以我们希望看到接下来，因为你不采取动作的话，你不行啊，你真的不行嘛。没错，你不可能 expect 一个忽然间就瘦下来，然后忽然间可以跑可以跳了，不太可能的这个。我们谈完了这个Steven Troy 之后呢，那你的报道里面有写到吗？你最觉得最 exciting 的那个 import 就是，我是觉得那个 Penang Sunrise 的 Cameron， 他是那种很有 energy， 就是有机会他就会去暴扣的那种。对。因为我在槟城的时候，我是跟球员一起住，就是跟外援、跟小豪天元他们一起住。然后其实小豪他有跟我讲过，其实有一粒 fast break 的时候，他是要小豪丢 alley-oop 给他的，他是很想秀的，但是小豪觉得太危险，因为地板比较硬，然后而且当时也已经有对手回防了。所以他不太敢丢，因为他觉得就是拿2分，安全拿2分就好，最好不要受伤，所以他就没有丢那个 alley-oop 给那个 Satterwhite 那个 Cameron。其实所以我们第1场、第2场也是看到他有机会，就是如果 fast break 上去的话，他就是跳高，就是戳下去了的。对，他有几个快攻的
灌篮的舒展延伸性是很漂亮的，而且他有几粒是直接想个扣，只是扣不到罢了。就是他就是那种很想表现，很有 energy 的那个球员。当然Cheatham的话，我们都知道他很全能，他可以控球，他可以打到5了，就是全能了。然后杰南教练也说他的态度很好，他会主动去跟球队沟通，说我配合你们，所以这一次的外援都 OK 了，不错。OK， 我现在想继续拉回去，刚才你讲到槟城的部分，槟城在这个站里面呢，他们打了3场球，拿下了1胜嘛。我想谈谈胜利这一场球了，就是在胜利的这场，当然我们必须要先说一说，在第一场球的第1分钟，他们就损失了一个本土很重要的战力了，吴彦清。所以你对于他的伤势有什么 update 吗？其实他之前他的脚后跟已经受伤了，他星期六还是星期天那一天他已经去照了 MRI， 应该是有那个ligament 的 tear， 不是断，是撕裂，不是断裂，是撕裂，所以这个season是 over 了。没关系，这样我们就在这里送上我们的祝福，就早日康复了，然后健康的回到球场。所以这集又来到了我们的最后的部分了接下来这个比赛呢，这一站的比赛会在吉隆坡吧？它是由新加坡主办的嘛，对吗？这一站的主办权应该是主办权、经营权应该是属于新加坡的。本来其实是想在新加坡做这个他们的主场赛事，本来啦，但是后来就是经过讨论还是放在这边，因为去新加坡也对，所以就在马巴这边主办，但是只能说到现在目前为止，在今天的下午，我还有在询问过，追问到底那个名单有了没有？回复是没有，暂时还没有那个名单。所以你说新加坡会用什么阵容来打？我现在给不到你一个答案。OK，so但是可以分享一下这一站的一些门票的资讯就是在马巴的这一站，那个门票也是25令吉，13岁到18岁的学生呢是10令吉，然后机票3天的机票 Season Pass 是60令吉。那个资讯就刚刚 Jordan 说了然后我们期待看看这个星期的这一站马巴的球馆会不会有多一点的新加坡的元素出现所以还是一样期待你们各个球迷这个礼拜5、6日都来马巴支持我们的 NBL。 OK，Stay on， Bye。 这一集感谢我们的干爹 Smart Panel。 本系列节目中你所看到的这个电视是 Smart Panel 独家提供，他们提供一站式数码化方案，还帮你解决 Advertising Signage、Video Conference、Projection Mapping Solutions 等等的问题。看清楚它不叫 Touchscreen 电视，业界叫做 IWB。公司开会、组织开会、房地产开会，还在用传统 projector 咩？好心你啦，你的下属也不用每天眯着眼睛看那个白乎乎的 projector 啦。不能专心，不能带 sales， 没有效率 ，projector 要来干嘛？现在1天10块钱，你就可以拥有一台 IWB。企业和公司老板要就赶快联系以下号码，或是浏览 www.smartpanel.com.my。好。各位观众，这一集呢，我们增加了一个访谈的环节。那我们NBL 场边战报 Courtside 的第一位接受访问的嘉宾，就是 UCSI 的领队邱凯丽小姐。Hi Jordan，Hello。我是 Rising Star 的球员，也是这个 NBL 的UCSI Rising Star 的工作领队，我是凯莉。你也是国手啦？不算是国手吧，退役国手，现在是忙着做领队的东西哦。所以其实最近都在忙着联赛的东西吗？还是有什么其他东西？我们是这样子，因为联赛是拜5、拜6礼拜嘛，对不对？所以拜5、拜礼拜的时候，我们就会忙着摆 booth Rising Star 的 booth， 然后我就会又要摆 Rising Star 的 booth， 然后又要顾球队的衣食住行哦，就是很像现在我是在忙着下一个 station 的球队的衣食住行，还有那些最近是比较忙 home court 的 set up 吧，因为我们的主场也快要到了，所以我就要快点赶着忙这些东西哦。哇，也
也相当忙的哦，就是差不多要一脚踢，管很多东西耶。是啊，所以工作领队这个其实这个职位是很忙的，不是很像放一个照片在那边这样吧？其实不是只是要放照片，然后帮忙写球员的名字那种。不是，我是每天都是在2-3点才睡觉啊，因为每次都会收到 text 哇，工作领队这个怎样做这样子。哇，这样就是你是整个统领整个球队的一个运作了哦。对，这个不简单呢。那其实，因为我们知道，之前你有一段时间受伤在养伤嘛，然后后来你是怎么情况之下加入到Rising Star， 然后跟这个 UCSI 结盟呢？加入 Rising Star 呢，其实呢，我是去年6月我动了膝盖手术，那个时候呢就已经不是很想要打球了的，所以我的复健也做那种简单的，就是做到可以走路就好了。可是过后我就开始专心读书，然后 intern 做 audit， 就是 audit firm， 在 audit firm 做 audit。然后我的同事就知道我是打球的嘛，他就讲，哇，不是很多人，就是不是正常人可以像你这样打球的。其实他这句话就点醒我。刚好那时候又有什么比赛啊，我就是看 video 看 live 就哇很爽哦，就是看他们打球。然后我就在 audit firm 按着电脑，我就哇很险啊。明明我是可以打球的人，怎么我要就放弃打球，然后坐在 office 9点到5点在那边按电脑？我的同事就讲，其实没有，就是那句话咯。然后我就想，哇，是咯，怎么我可以继续打球？怎么我要放弃？然后我就想，哇，不可以，我又手痒哦，我就打给我那时候的老板，就是三一哥，就讲三一哥，我还想继续打球然后他就安排给我给 Kelvin， 就是我现在的老板哦，就是 Rising Star 的那个创办人，我就跟他讲，老板，我还想继续打球你可以收留我嘛？就是因为那时候斯兰奥是没有球队的嘛，不像 NS Matrix 这样子，就刚好就有这个 3x3 的这个球队，所以我就老板你可以收留我嘛？我还想继续打球那就 OK 啦，我签你啦，我收留你啊，我就这样子成为了 Rising Star 的球员哦。至于这个 UCSI Rising Star 的领队我是去年阿公 Cup 女子，我是有自愿参加，就是讲我要做工作领队，因为我不能打比赛嘛的时候，我就想OK 啦，不能打我就去做一个志愿工这样子啦，去帮教练做一点东西，然后参与这个球队。那个时候那个老板就是 Kelvin， 他就讲还有看到我做这一类的东西，所以这一次他就请我做 UCSI Rising Star 的工作领队。从球员又变身工作领队，然后又要变身回去球员，你会角色怎么讲？那人格分裂吗？会不会有点这样讲呢？其实因为身为球员，你知道球员需要什么，所以你换去工作领队，你就知道其实那些男生球员，就是现在的那些球员，他们需要什么，这样子也是有一个好处啦，就是你以一个球员来看以一个工作领队来看，你就知道球员需要什么，就可以在那边帮助到他们帮助整个球队这样子。这样是因为你是女生嘛，然后整个球队都是男生会不会不方便呢？这个话题呢，我是有请郑康你懂郑康吗？那个 Rising Star 那个郑康，我就有他也是在养伤对，他也是养伤，就是受伤了都是做工作领队这样。我就叫他，就有些东西我是安排好，我就会丢给郑康，我讲郑康你要帮我顾这些男球员，因为我是不能跟他们一起住不可能就一直顾着他们嘛。我就讲郑康你要帮我顾着他们。所以有什么东西丢给他，如果有什么不方便，我就是丢给他吧。这样也还好，就是还有一个男生去帮你。我是叫他做的。你是 boss 。那这是你们上去在槟城站第一站嘛？其实成绩也不太理想啦，我也三连败。但其实你觉得球队的整体发挥，站在你一个领队在旁边看的这种。领队的角度去看球队的发挥，球队之间可能出了什么问题就是可能你们集训时间也蛮短的，然后又少了几个MBC 的球员还没有来，所以可以分享一下吗？
首先我要谢谢槟城的粉丝啊，他们真的是很热情，很热情，很像我们摆的booth，哇，他们真的是烧完那些货，不是讲烧完啊，就真的是很支持我们啊。首先我就要谢谢槟城站的那些粉丝，然后这次的比赛的成绩可能不是我们想要的，就是不是我们很期待看到的，可是我相信他们可以做到啦。可能因为短时间嘛，所以现在看到的成绩不是代表以后，所以工作领队的话，我只好相信他们哦。我也不能这样做嘛，我又不是教练，我就是站在教练的后面啊，就看他们进步、退步，就是不是退步，进步，然后起起落落这样子啦。我也是相信他们哦。就应该，其实你在场边看的话，应该也很着急啊，就是哎呀，为什么会这样啊？对啦，也是会这样子啊，就因为我也是球队的一份子。对，球队赢球你也是会开心，球队输球你也是会伤心的嘛。可是这些都是丢给教练哦，因为我也是旁观者，我也只能去激励他们加油，下一场再来，不用紧，这样子哦。那其实在，接下来就在马巴的这一站，你们的对手包括又有南湖，然后Matrix 啊，2场都不好打嘞，你们都是硬战啊，就是前2名的球队来的。这种问题问教练啦，我知道，我相信教练是有他的办法的啦，我相信他的啦，相信克利教练加油，加油！还有什么你想补充的吗？我想 shout out to 各队的工作领队，因为其实这个工作真的是不好做。可是虽然是第2次啦，可是真的是不好做，很多东西要去学习，因为你需要去跟人家沟通啊，你需要去跟每个主办方沟通，你需要跟MBL 的那些阿妹他们全部沟通，就是其实工作领队需要安排很多东西要做的。所以我也是要谢谢我的好朋友，我的2个好朋友，我的 personal assistant 还有我的 driver 阿迪拉还有嘉轩，这边 shout out 他们一下啦，因为如果没有他们我真的是做不来的，我又要按电话，我又不可能按电话加车，我又不可能什么东西都我做完啦，就是他们2个人帮了我很多很多，就是这样哦。其实对你个人来讲，这个经历应该可能也是一个你的成长路上的一个很宝贵的经验呢，我觉得。我也是蛮喜欢做这一类的东西的，其实，我也是有很多东西要去学习呀。可是其实工作领队是有拿薪水，有拿钱，可是有没有心要真正去做这个东西，也是另外一回事啊。所以 respect team manager， 对 respect team manager， 对。Okay. 你的这个 T 恤那天我就看到很漂亮这一站在马巴这边的话，会不会有这边摆摊？有啊，我们会在这边摆，因为其实这个我们的周边产品是上网不是买不到，所以你必须到场到马巴 Stadium 来支持我们，然后来到现场，你才可以买到我们的周边产品。除了这个 T 恤之外还有什么？我们有这个 T 恤黑色的2件，一件黑色，一件白色的 jersey， 然后还有锁匙圈，就是 PVC 的、rubber 的，还有铁的锁匙圈。我们也是有卖一点李宁的东西啦，因为我们这个联赛是李宁有 sponsor 我们球队，所以我们也是有拿一点李宁的东西来卖。那这个 T 恤一件多少钱？这个 T 恤一件139。139，那球衣呢？球衣是119。球衣119，然后那些小的，我们买一件 T 恤或者是球衣有送一个锁匙圈，然后那个钥匙圈是卖9.9块，然后我们的 rubber 的钥匙圈是卖14.9块，然后铁的是限量版的。就有限量的，我们是卖19.9块。我上次在槟城的时候看到球员有丢一些礼物给那些现场观众，那个是 PVC 的钥匙圈哦。那今天就非常感谢凯莉作为第1个嘉宾上来接受访问，也预祝你们 UCSI Rising Star 在马巴的这一站谷底反弹，我们会 come back stronger 的，加油！谢谢大家，谢谢。